我的双胞胎姐姐从小就爱说一句话：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父亲夸她清雅，母亲赞她懂事，连京中贵女都说她有皇后当年的风骨。直到太子选妃那日，皇后问我们：若太子日后要纳侧妃，你们如何自处？臣女愿为殿下打理后院，不争不妒，不扰殿下。我不愿意，我要嫁，就嫁一个只要我的人。许家二姑娘，留下。姐姐终于装不下去了。志堂，今日少说话，别抢你姐姐风头。是啊，我怎么配抢她的风头呢？可是这一次我偏不。妹妹肤色沉，压不住这颜色。我穿着去面见皇后，才不算糟蹋。知微说的有理，这是外祖母留给我的料子。那便算了，我不夺妹妹心爱之物，选妃本就看命数，不必争这些。志堂，你姐姐处处让着你，你怎么还这般小气？那是我绣了半月的玉兰香囊，现在也成了她的。许家大姑娘果真淡泊，难怪许夫人总夸她。二姑娘倒是同她生的一张脸，可气度差远了。别急，许之好，今日是皇宫，不是许家后院。若入东宫，掌中会时发现账目有亏空，你们如何处置？查清账目，禀明殿下，再交内侍司。许大姑娘，你呢？臣女以为东宫内外皆靠人心支撑，账目有亏未必是人心有亏。当先给管事留颜面，私下问清再补齐亏空。若能不惊动殿下，便不惊动。臣女愿以嫁妆先殿，后院清静，殿下才能安心朝事。许二姑娘，你呢？查账、封库、扣住管事，若有人拦，就一并记名。亏空能补，也要查。今日用嫁妆垫了，明日他就敢伸手拿库房，后日他就敢拿宫中采买。到了最后，替他留颜面的人，反倒成了替他递刀的人。未免太硬了些，毫无女子温婉。若别人说你苛刻呢？说便说，银子在库里，比好名声在别人嘴里稳当。上茶吧。妹妹一向怕烫，还是我来吧。毛手毛脚，丢人现眼。是我不好，不该替妹妹接茬，反倒害了妹妹。姐姐今日这玉簪，倒是衬得很。父亲给的东西，自然是好的。那是去年我熬夜抄完祖母寿宴的礼单，父亲赏的。第二日，姐姐说那玉冠与她衣裳相配，我没答应。第三日，父亲便说我年纪小，不该用这等贵重东西，转头给了他。许二姑娘，你在笑什么？臣女笑，姐姐总说不争，可每回她不争，东西最后都在她手里。妹妹，你何必在皇后娘娘面前说这些家事？若你当真喜欢那些身外物，回府后我全还你便是。现在还。娘娘请看，这香囊是我亲手绣的。志堂，娘娘问臣女如何掌中会，臣女以为谁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便该当场放下。许夫人，许家姐妹平日在府中也是这般谦让。娘娘明鉴，知微自幼性子淡，从不与妹妹争抢，许是姐妹间有些误会。志堂年少，说话冲了些。母亲说姐姐从不争抢，那女儿倒想问问，我屋里那本雪庐诗素为何在姐姐书案上？外祖母临终给我的青玉镯为何戴在姐姐手上？还有我熬夜给祖母做的护膝，怎么最后成了姐姐的孝心？妹妹，这些东西都是你随口说不喜，我才收下的。我何时说过？你忘了也无妨，我从不愿同你计较。这二姑娘确实蛮横，大姑娘都退到这份上了。是啊，得亏了大姑娘大度不计较。许大姑娘既然说不计较，那本宫问你，这些东西你如今可愿还？堂儿，别总让，女孩子让久了，旁人会当你没有。你姐姐昨夜梦见外祖母，说是怪她不孝，这镯子就给你姐姐带着压惊吧。既是妹妹心结，我还便是。
疼吗？疼，不过拿回来就不算白疼。本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：若你们成了太子妃，日后太子要纳侧妃，你们如何自处？臣女若有幸侍奉殿下，必以殿下为重，以东宫为重。侧妃入门，臣女必亲自挑选院落。你不委屈？女子一生求的本就不是独占，殿下心怀天下，臣女不敢以私情绊住殿下。花开花落各有时节，臣女守好本分便够了。不愧是许家大姑娘，真有大家风范。许二姑娘，你呢？慎言，我不愿意。为何？臣女若做了太子妃，便要替殿下守东宫，替他党孝敬父母，替他管人管账，将来还要替他生儿育女。臣女不是泥捏的，也不是摆在正院里的牌位。既然臣女付出了这么多，这情就得有人接着。若他心里要装天下，我敬他；若他床榻要装别人，我不嫁。放肆许二姑娘，这可是凤仪宫，你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臣女要嫁，就嫁一个只要我的人。若做不到，娘娘今日得当臣女从没来过。妹妹，你这次当真是闯了大祸了。许之堂，留下。本宫向陛下请旨，许家二姑娘许之桃为太子正妃人选。娘娘，臣女斗胆问一句，智薇输在何处？你没有输给他，你输给了你自己。你方才的答案，本宫年轻时也说过。那时本宫也以为不争不妒便能换来敬重，后来才知，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委屈都能吞下，旁人只会为他更多委屈。本宫是给太子选妻，不是选一尊只会笑的泥像。可娘娘，女子贤德本就是立身之本。贤德是你拿来约束自己的，还是拿来讨赏的？娘娘，智薇从小便是这般性子，她不是讨赏，她是真不爱争。许夫人，你真信吗？选妃前，本宫命人查过各府姑娘的功课礼仪。许家送来的名资里，许大姑娘善诗文，许二姑娘只通庶务。原来在家里人眼里，我连会读书这3个字都不配被写在纸上。这书原写着许之堂3字，后被刀尖刮去，添上许之薇。这香囊是3年前宫宴上许大姑娘赠给安平县主的回礼，县主夸她针法巧，可本宫找绣娘验过，这针脚与今日许二姑娘索取香囊出自一人一手。许之薇，你当年说这是你熬夜替我绣的。县主，我那时还说这香囊不值什么，不过是你的一片心意。亏我这些年还在宫宴上处处护着你。县主可知，为了赶那个香囊，我的手指扎了7个洞。姐姐拿走时却说县主不喜我，若知是我做的，反倒糟蹋。娘娘，也许是她们姐妹间平日里互相用惯了。母亲，怎么从来只见我的东西到了她手里，却不见她的东西分给我半分？我病中抄的字帖，成了她给祖母的孝心，不必先把我的东西洗成无主，再夸她清高。之堂，娘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我每次想要回东西，你们说我小气；是她每次垂眼不说话，你们说她委屈；是我哭，你们嫌我吵；她不哭，你们夸她懂事。母亲，我只想问您一句，您还记得我也是您的女儿吗？妹妹，若这些旧事让你难受，我给你赔罪。你要这太子妃之位，我也不争了。只求你别再在贵人面前让父亲母亲这般难看了，好吗？许大姑娘方才不是说失之我命吗？既不争，何来求？殿下说的是只为失言，不是失言，是失手。原来你也会这般狼狈。
许之堂，3日后入宫学礼。至于许家名册作假、侵占幼女私物一事，陛下自会问责。娘娘恕罪。娘娘开恩！许之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选妃是许家的大事，你竟敢当众攀要亲姐，害得你父亲被皇家问责。祖母不问问，皇后为何能查到那些东西？祖母别怪妹妹，都是知薇的错，我不该收她的东西，才叫父亲母亲跟着受了累。妹妹，这金镯是母亲给我的生辰礼，这些年我拿过你的，我都还你，求你别再怨父亲母亲了。又在演拿不属于我的东西来还我，好显得你割舍大度，我斤斤计较。哼，之堂，你姐姐已经退让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之堂，你疯了！不是我的，我不要。我要我的诗册，我的香囊，我的镯子。我做过的每一样东西，谁拿去邀功，谁当众说清。放肆！之堂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这个逆女，你真是疯了！祖母，您逢人便夸姐姐孝顺，亲手给您绣了这副寿礼，可您看清楚了，这图背后的记号，这也是我绣的。是我当年熬了17个通宵，一针一线赶出来的。姐姐不是向来不争吗？既然不争，那现在又是在抢什么？许之堂，放手！你非要当众毁了我才甘心吗？是你先把我拆碎了，拿去给你自己贴金。知薇，妹妹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你不该推我。来人，把二姑娘关进祠堂，等宫里来人前，不许她吐出半步。父亲，你也觉得是我推的？先关着。二姑娘，您就好好在这清醒清醒吧。这就是我的家。许之堂，过来。殿下不怕惹麻烦？你已经在麻烦里了，收着。明日宫里会来嬷嬷接你，你称一言。殿下为何信我？一个敢在皇后面前要回香囊的人，不会蠢到当众推让。妹妹，这祠堂滋味如何？你以为皇后选了你，你就赢了？只要全京城的人都信你推伤亲姐，信你为了夺位不择手段，即便是皇后也护不住你。许之堂，我淡了这么多年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只会让吧？二姑娘，宫里嬷嬷到了，夫人让你去梳洗。妹妹，昨夜委屈你了。你身子还伤着，行什么礼？姐姐，你这伤口瞧着不深，纱布倒缠得挺厚。妹妹，你果然还是在怨我。皇后娘娘有旨，许家二姑娘许之堂即刻随老奴入宫学礼。至于许大姑娘伤势未愈，便在府中安心静养吧。嬷嬷，知薇这孩子自幼礼仪出众，若能让她陪着之堂入宫，姐妹间也有个照应。您看，许夫人，娘娘只召许二姑娘一人。母亲，您就别为难嬷嬷了。我如今这副模样，进宫若是惊扰了贵人，反倒惹人忧心。妹妹，京中的茶楼今日会很热闹。许姑娘，你就一点不担心？嬷嬷指什么？外面已有传言说你推伤亲姐，还说你在殿前顶撞皇后，靠一句杜话哗众取宠，逼得许大姑娘让位。娘娘让我问你，要不要解释？解释给谁听？给京城这些看热闹的人听吗？不然呢？
他要装可怜，我这时候越解释，落入旁人眼中就越像欺负人。那你打算如何？让他继续说，他说的越多，日后这笔账算起来就越清楚。步子乱了，重来。许姑娘，若撑不住，可以歇歇。不歇。太子妃的位置，不是靠一口蛮力硬气就能坐稳的。你要争，就得有争得起的本事。你若只会在殿上说2句真话，进了东宫，早晚被人撕碎吃惊。嬷嬷，再来。嬷嬷，姑渴了。手上的伤还疼吗？殿下与其关心这个，不如关心一下京城里的那些传言。你想让姑出面替你压下去？不行，现在压下去，外人只会说太子护短，传言反而更难听。我要让他自己把话说死，再也转不回来。许知堂，你比姑以为的更会咬人。殿下若是怕了，现在退婚还来得及。晚了，母后已经把你的名字递到了父皇案上。殿下，娘娘，许家大姑娘在宫门外求见，说有要事请罪。他来了，你待如何？既然他这么碍眼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臣女许知薇叩见皇后娘娘，叩见太子殿下。你说有要事请罪。京中传言四起，皆因臣女受伤而起，臣女心中难安，怕妹妹名声受损，特来求娘娘恩准，准许臣女亲自出面澄清。你打算如何澄清？臣女会对外说，当日在松鹤堂，妹妹并非有意伤我，只是当时她情绪太急，手上才失了分寸。这叫澄清？娘娘，臣女只是不愿让妹妹担上恶名。姐姐这话有意思，你说我并非有意伤你，那言下之意便是我确实动手伤了你。妹妹，你即便这样想我，我也没怪过你。我只问你，你额头上这道伤到底是不是我推出来的？当时场面混乱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既然记不清，那你又是如何断定我并非有意的？姐姐，你今日特意赶来宫里，根本不是为了给我澄清名声，你是想让娘娘亲耳听见你这个受害者是如何大度的替我求情的，对吗？妹妹，你为何总要把我想的这般坏？从小到大，难道我让你的还不够多吗？这句话你说了10几年，今日换个招数吧。你做什么？放手！嬷嬷，您是这宫里的老人了，您且瞧瞧，若一个人被我从正面推倒撞上桌角，额头会撞在这么偏的位置吗？若是正面推倒，多半会撞在正额心或者是后脑勺。你是自己侧身撞向桌角，怕伤太深，临撞前还偏了1寸。许大姑娘，姑派人去查过松鹤堂了，那桌角上的血迹在侧位，地砖上还有你鞋底拖拽的痕迹。你倒下前，脚尖分明是转向条边的，那可不是被人推倒的痕迹。本宫给过你机会。娘娘，娘娘明鉴，臣女这么做只是怕妹妹误入歧途啊。她自幼性子便烈，这般张扬跋扈，若无人压她的气焰，将来入了东宫，不知要为殿下惹出多少祸端。臣女是为了皇家体面啊。所以你造谣诬她，是为她好。传安平县主，再传徐府松鹤堂那日贴身伺候的所有人。娘娘，娘娘恕罪，娘娘饶命啊！说，那日在松鹤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大姑娘故意支开了丫鬟，然后自己一头撞向桌角。是大姑娘还吩咐奴婢们一定要出去传话，就说二姑娘为了抢太子妃位，不顾亲情推伤了她，都是大姑娘主使的。我这些年真是瞎了眼，把你当朋友。县主，我不是有意骗你，我只是太怕输给芝堂了。你怕输，就偷他的东西。你懂什么？我和他生的一模一样，凭什么他能被外祖母偏疼？凭什么他绣东西泥书都比我灵？凭什么所有人一开始都分不清我们，却总有人先看见他？所以你就抢了他的东西，再装作不想要。我不是抢，我只是想让他们选我，选我有什么错？你想被选，就该承认你想要。披着不争的皮，咬人时却比谁都狠。许知薇，你最骗不过的是你自己。传旨，许知薇言行不端，即日起禁足许府，无令不得出。
许家夫妇教子无言，命内侍省当街张榜澄清。许之堂，你满意了？不满意，许之薇，你欠我的远不止这些。呸！前儿个谁说许家二姑娘心狠手辣的？站出来，瞧瞧这官府的张榜，分明是那许大姑娘自己都撞的桌角，生生演了一出苦肉计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平日里瞧她那副端庄清高的样儿，没成想连亲妹妹的尸稿和香囊都偷，这才女简直是装相的祖宗！诸位，这便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那许二姑娘性子刚白，这太子妃的位置到底是谁的？天自有定路。步要稳，心要定。真正的风浪从来不在街头的嘴碎里，而是在那些杀人不见血的案台上。稳住！哼，许之堂，你且瞧瞧，你姐姐被禁了足，外头替她叫冤的声音倒还没死透。今日早朝，御史连上3封奏折，字字不提许之薇，却句句都在骂你。骂我什么？说你性情刚直有余，宽和不足，恐难母仪东宫。是许家还不死心，在背后动作。许家如今为了那点名册作假的烂账自顾不暇，没这个胆子。母后说的对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是端王府。端王府，我与他们素无往来。选妃那日，坐在左侧的昭宁郡主，你可还记得？端王不愿让许家女坐稳这太子妃位，借着许之薇闹出的名声发难，正好顺水推舟。这么说，这便不是姐姐一个人的反扑，而是有人想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掀下去。怕了？不怕，只是觉得麻烦。明日宫中设宴，端王妃会带昭宁郡主过来。你若压不住场，陛下未必会为了你硬顶御史的嘴。到那时，他若在你入东宫前塞几个侧妃进来，你当如何？又是侧妃。许之堂，你在殿上说只要一个人，这话说出口容易，守住可太难了。娘娘当年为何没守？本宫入宫第3个月，先帝赐了2名美人给当时还是太子的陛下。本宫为了那点所谓的贤德名声，亲自把人送进偏殿，还每人赏了1只金钗。当晚，本宫就坐在正殿里，听偏殿的笑声听了一夜。第2日，所有人都在夸本宫贤德，连陛下也夸。本宫以为自己赢了体面。后来那2个美语，一个生下皇子，一个在本宫的汤药里下东西，本宫流掉了一个孩子。那时候才明白，体面是挡不住刀子的。本宫不是没守，是当年没人告诉本宫可以守。程景，你今日给本宫听清楚，若你将来护不住自己的妻子，就别娶她。儿臣记住了。别急，许之堂，话谁都会说。哼。哟，这位许二小姐，想必就是最近京城里传了个遍的那位不许太子纳妾的奇女子吧？郡主想必就是那位选妃选不上的，还要特意入宫来看热闹的贵人。你姑娘家牙尖嘴利，未必是福，总比嘴甜心苦好。娘娘教训的是，不过既然是要当太子妃，光会说话可不行。今日正好，臣妾这儿有一本御花园采买的账册，听闻出了些差池，不如请在座的姑娘们都瞧瞧。许二姑娘，你若能理清这账，才算是有资格在那东宫里不愿意。哼，怎么，这御花园的账册太厚，许二小姐看花了眼？若是只会那些查账封库、捆人审问的粗笨法医，今日怕是要把这宫里的内侍全给捆了。到时谁来伺候各位主子？不捆工人，臣女要捆的是管采买的领头内侍，然后再顺着他的手查查最近这半个月，他到底给哪几家权贵府上送过礼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账不是错，是试题。可试题若真从御花园账房拿来，说明错账曾经存在。王妃想试我，可以另造一本，不该拿宫中真账来玩。说得好，陛下口谕，御花园采买一事牵连甚广，即刻交由太子彻查。许之堂，你这张嘴倒比许之薇那张有意思。郡主这话，臣女听着倒像是骂人，你就当是骂你吧。之堂，之堂，娘以前真的不知道，
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你的，娘以为你姐姐……芝堂，你就连一句话也不肯跟娘说了吗？知道或者不知道，重要吗？这些也是你写的？是。当初书院夫子夸赞时，你为何一个字都不说？我说过，我15岁那年拿着策论去给父亲看，父亲连翻都没翻，只说女孩子读书太锋利了，容易折服。您还说别跟你姐姐争这些虚名，她性子淡，难得有一件喜欢的事，我该让她。娘错了，芝堂，娘真的错了。外祖母给我的信，我也放在这里。姐姐拿走了所有能给她添彩的，只剩下这些她看不上的，才留给了我。父亲、母亲、妹妹，这么多东西，我来帮你整理吧。不必，志威，你回去，母亲也嫌我了。好，原来我只要不是太子妃，不再是那个京中人人称赞的许大姑娘，就没人要我了。姐姐，你不是没人要，你是不能再拿我的东西去换别人要你了。你当然能说得轻松，外祖母偏你，夫子夸你，连皇后也选你。我若不争，谁看得见我？你可以争，你可以告诉父亲你也想读书，可以告诉母亲你也想要镯子，可以在宴上拿自己的诗给人看，可你没有，你一边说不要，一边偷我的。我若是开口说我要，你们会给吗？既然父亲母亲都在，今日便把账算清。姐姐，这本诗册还我。怎么，舍不得还？还你，还给你，好让你踩着我的名声进东宫，好让你拿着这些诗，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我许之薇的笑话。之薇，住手！我宁愿毁了他，也绝不让你如愿。你疯了，这是我的心血。许之堂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干净嫁进去。放肆！来人，按住他！许之堂，你等着，我毁不了你的脸，我就毁了你的名声。不肯低头，写得好。都碎了。碎了也能拼。嬷嬷，娘娘这时候设春宴，还有指明让她们姐妹同席，到底是何意啊？娘娘说有些账关起门算不清，这是要当众处刑啊！姑娘，真的要去吗？去，为何不去？我还是许家那个不争不抢、端庄淡泊的嫡长女，只要我不认，谁也别想撕开这层皮。瞧瞧，许大姑娘今日还敢露面，这心气儿确实比咱们宽得多。怕不是心宽，是面皮厚吧？告示都贴到茶楼门口了，错了便该受着。若是因为怕流言蜚语便躲着，那才是错上加错。真是这副气度，难不成张榜的事真有隐情？臣女献丑了，好剑法，不愧是端王府的掌上明主。接下来该轮到许家那两姐妹了，不知道她们有什么才艺。许大姑娘，你今日准备了什么？回娘娘，臣女今日不敢献艺，臣女只想借着大好春景，当着娘娘与众位夫人的面，向妹妹赔罪。那不是被撕碎的诗册吗？天哪，缝补得如此细致，得费多少心力？妹妹，那日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竟撕毁了你多年的心血。这3日我闭关不出，一宿未睡，将它们一片片拼了回来。我知道碎了东西再怎么补也回不到从前，可我是真心认错。之堂，往后许家所有属于你的东西我都还你，求你别再怪我了。志威这孩子，这又是何苦啊？之堂，你姐姐都做到这份上了，妹妹，你若不接，我便长跪不起。妹妹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不肯。这许二姑娘也太硬心肠了，亲姐姐都当众跪下赔罪到这地步了。是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大喜的日子非要闹成这样。之堂，你姐姐都这样了，你先接过来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府再说。你拼回这本诗册，是因为你真的悔悟了，还是因为你知道今日在这御花园中，在娘娘和满京城权贵面前，只要你跪下，我就必须原谅你？我是真心认错，便该在撕毁那日认；真心还我，
便该把那些年你借我东西得来的名声一件件说清。你今日跪在这里，只是想让满座人看我不肯饶人。妹妹，我已经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我如何？哪份上？姐姐，你连还我名字都要用你的字盖上去。诸位看清楚了，这才是他还给我的东西，一道道想把我许之堂彻底抹杀的旧痕。传了3年的雪芦诗草，诸位夫人姑娘今日都在，那我便说清楚：安平县主的玉兰香囊是我绣的，祖母寿宴的百寿图是我绣的。母亲夸你淡泊，父亲赞你风骨，世人称你淡雅如莲。可姐姐，今天我要让所有人看清，你这层皮是拿我的东西养出来的。够了！你们不就是想看我认错吗？好，我认，我是拿了他的东西，我是抢了他的名声，我是装出这一副不争不抢的德行。可你们呢？你们不就爱看这个吗？我若说我想要，你们嫌我贪；我若说我不争，你们便夸我懂事。如今出事了，倒全怪我一个人装。母亲，你敢说你不喜欢我这样？是为什么？父亲，你敢说你不是因为我像皇后才处处抬举我？你这逆女！娘娘，您当年若不是这样，如何坐上后位？凭什么您走过的路，如今轮到我走，变成了错？许之薇，慎言！本宫当年走错了，所以不让你走。你贪名位，本宫不怪你，可你千不该把旁人的血涂在自己脸上，还要对着天下人宣尝你天生清白。诸位都听清了，许大姑娘亲口承认盗媚之名、欺亲之信，借贤明行私欲。许家教子不严，罚俸1年。许大人降一级留任。臣领旨，谢娘娘隆恩。不该是这样，我明明都学得很好，我明明是按照你们想要的样子去做的。之堂，你把太子妃的位置还给我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求娘娘收回惩治，我不当正妃了，侧妃也行，只要能留在宫里，侧妃我也认了。姐姐，你从前不是最爱说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吗？如今这命数到了，你怎么反而不肯认了？许家余女许之檀德才兼备，身合朕心，特赐婚于太子萧承基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恭喜太子妃娘娘，贺喜太子妃娘娘，往后这大富大贵可全仗着娘娘了。臣谢主隆恩。之堂，娘错了，娘这些年瞎了眼，你别恨娘好不好？娘娘，该上车了。这双手以前只顾着替姐姐梳发、挑衣、擦眼泪，后来还要从我枕头下面翻出外仔母留给我的镯子，说姐姐梦魇，我该让她。之堂，娘是真的后悔了。母亲，恨一个人其实是很费力的，我如今忙着往前走，不想再把一丁点气力费在你们身上。之堂，无论如何，许家永远是你的娘家。父亲这话是怕我将来不服许家，还是怕旁人说你卖女求荣？大姑娘，您别这样，快拦住他！逆女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嫌丢人吗？那是我的，许之堂，你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我学了那么多年礼，背了那么多女眷，我日日不敢多生笑，连想要什么都不敢说。我把自己熬成了这副端庄模样，凭什么最后是你？凭什么？哎呦，这大姑娘这是不要命了啊！熬了一辈子，全输给二姑娘了，能不疯吗？拿开你的手！殿下，您是见过我的好的。选妃之前，您亲口夸过我端方稳重，您是中意我的，对不对？孤夸的是许家送来的那份名册，那是您不知，可您后来也看见了。我能忍，我能退，我比许之堂更懂规矩，我比他更适合做这东宫的主人。东宫缺的是太子妃，不是缺一个只会忍气吞声的活死人。不，殿下，您是被他骗了。许之堂他嘴上说只要您一个人，那是因为他善妒，他将来一定会仗着您的宠爱横行霸道。姑若怕朝臣笑话，今日就不会亲自来徐府接他。接他？母后懿旨，从今日起，许二姑娘之堂暂居凤仪宫备话，在即日之前，徐府上下任何人不得以亲情血缘之名扰她清静。皇后这是在给我断后路，她知道许家会用血脉压我，所以她亲手把这把斩断枷锁的刀递到了我手里。皇后护着你，太子宠着你，连父亲母亲如今也毁了。许之堂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没有什么都有。外婆死的时候，母亲没来，我的诗册被撕了，补不回原样。我的百寿图挂在松鹤堂那么多年，祖母夸的人不是我。还有，我小时候每一次摔倒大哭，
每一次想被抱一抱的时候，父亲母亲的手都在你身上，这些都没回来。妹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抢你的东西了，我以后不抢了，你帮我求求娘娘，我不要敬业，我不要被他们笑一辈子。姐姐，你不是不怕失去吗？我怕的要死，我怕没人看我，怕父亲母亲不要我，怕所有人都知道我什么都不是。知堂，你回头看看娘啊！知堂，爹真的错了，你跟殿下求求情。知堂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回来，妹妹。殿下竟亲自在车旁候着，还这般低身段。嘘，这可是未来的太子妃。殿下今日在帝后面前的话，许家门口的诺，来日做不到怎么办？若你天下里装了别人，也要我去忍吗？若有那一天，你可以把姑的东宫掀了。我性子烈，殿下知道的。我若真动起手来，绝不会留情面，我真会掀。姑给你递梯子。外祖母，您看，堂儿这回没有让。许姑娘，这可是上好的流云缎，内务府统共也就这么几匹，全给您备下了。您瞧这光泽，趁您的身份，再合适不过。这就是总管口中的流云缎。这许二姑娘虽然被选为妃，可许家毕竟门第普通，总管这是想先杀杀她的威风呢。锦缎也就罢了，那玉器若是流云缎入水不缩，织纹缜密。总管递过来的这匹经纬松闪，若是臣女没看错，这是去年堆在库底的次等苏绸吧？姑娘说笑了，皇家定制，岂会有假？许姑娘初入宫，怕是对这些顶级器物还不甚了解。器物不甚了解，那账本总管总该认得。内务府每出一件器物，皆有编号、成色、克重记录。这碗底裂了缝，欲致发死，总管却拿来充太子妃的嫁妆，这是觉着我许之堂眼瞎，还是觉得东宫的体面不值钱？许二姑娘办事自有章程，你这般吹毛求疵，日后入了东宫，怕是难掩刻薄之名。总管慎言，娘娘说了，许姑娘只通庶务，这通的意思便是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拿刻薄压我。总管这算盘打错了。今日你敢拿次货充权，明日你就敢坚守自盗。我今日若是不挑出来，来日东宫的中府亏空了，难道总管肯提头来补？臣不敢，不敢就去把真正的流云缎和昆仑玉取来。1个时辰内，我要对齐内务府的原始底账。若是对不上，咱们就去凤仪宫，在娘娘面前一页一页的翻。哼，银子在库里才稳当，想拿次货打发我，你也配？知堂，瞧见那位穿紫金绣服的了吗？那是端亲王的嫡母，宗室里的老祖宗。凡事求个稳字，实则最是闲散。知堂记下了。那坐在他左侧一直拨弄佛珠的那位呢？那是礼部尚书的夫人，文官世家的领头羊，最爱讲规矩。至于他对面那位，家中父兄皆在塞外，是军功世家的底气。这后宫前朝，说白了就是这3股水的平衡。这就是娘娘千挑万选的太子妃，模样确实周正，只是这性子，听闻在选妃那日，很是让大家吃了一惊呢。女子性子烈些也无妨，只是入了东宫，便是这皇家子嗣为重，开枝散叶才是头等大事。老夫人说的极是。太子妃入宫，自当明白世家惯例。这独木难成林，东宫院落宽敞，若只一人独守，怕是会冷落了殿下，更不利于满眼子嗣了吧？诸位夫人的考量，知堂明白。只是知堂以为这治家与治国并无二致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民官讲理，武将讲利，宗室讲和。若为了所谓的后院人数，强行将各方势力塞进东宫，今日贾家女闹，殿下在朝堂处理政务已是不易。回了后院还要断家务公案，岂非本末倒置？子嗣固然重要，可储君的根基在于朝堂安稳，而非后院人数。若后院不宁，牵动前朝势力失衡，那便是储君之祸，而非家门之幸。听清楚了，这便是本宫选的人。知堂，给诸位夫人添茶。这茶若是放多了茶叶，味儿就杂了，反而品不出甘甜。东西呢？求大姐务必把这信亲手递到许二姑娘，不是未来的太子妃娘娘手里。这可是这个月第3回了，上头查的严，我这老命可是在替你悬着。求您了，我那大女儿在家里被禁足，已经快哭干了眼泪。求您看在同为母亲的份上，一定要帮我这一回。又是他，许夫人倒是长情，半月之内竟已经绕过禁令，递了4回信。信里说，姐姐如今在院子里度日如年，整日以泪洗面。甚至还提到了他额头上的伤，说我若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该去求皇后娘娘收回成命，撤了那禁宴令。
许夫人这是在拿旧情捅你的心窝子。她写了整整3页纸，全在哭诉许知微有多惨，全在唯独梅梅问过我这些日子在宫里学礼有没有受苦。太子妃娘娘，那要回信吗？不回。嬷嬷，劳烦您替我去传一句话：皇家法度已定，私情断不可动摇。往后这等家书不必再传了。这许夫人真是老糊涂了。如今许知堂是皇后娘娘眼前的红人，太子殿下的心尖宠。她不赶着去巴结正主，反倒想让我这个隔了3代的远亲去碰皇后的眉头。许夫人说，若您肯帮着说句情，让大姑娘能参加下月的宫宴，许家定有重谢。重谢？我是缺那点银子，还是嫌命太长？去回了他，就说本宫身子不爽利，最近见不得风，更管不了这皇家册封的正妃家事。那嫔妃甲已经把人回绝了，许夫人这回路子断得干净。她若是把这份执着分给我1/1000，当年我也不会寒了心。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碎了也该他们自己受着。这可是波斯国进的琉璃盏，你这几天魂不守舍，不是打翻水盆，就是摔碎器皿。娘娘，若不严惩，这凤仪宫的规矩还要不要了？是啊，办事这般马虎，万一惊了娘娘圣驾，咱们都要跟着吃挂钉儿。按规矩，少说也得杖责20，发去江洗头。琉璃缸碎了可以再补。我问你，这几日你请了2次假，当差时眼眶通红，你这心神不宁，是为了规矩，还是为了人命？娘娘，奴婢该死！账目有亏要查账，人心有亏要查根。阮嬷嬷，带她去偏房。奴婢家乡在青州，父兄皆是老实本分的农人，可前日同乡传信，说家父卷入了一桩地方税案，说他偷漏课税，已经被收了问斩了。奴婢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过几日就要大狱。地方税案牵连甚广，往往背后都有猫腻。娘娘，这事若是沾了，怕是会落个干预地方政务的口实。干预政务是为了私利，查清冤案是为了国法。既然有人拿规矩说事，那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度。听说你今日在凤仪宫拦下了要挨板子的宫女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我不是拦板子，我是来求殿下递帖子的。青州税案，父子3人皆是目不识丁的农人，却能在一夜之间伪造出几10页的税收账表。殿下不觉得这账做得太漂亮了吗？你是怀疑有人借刀杀人，用冤案填补亏空？殿下说过，我可以先了东宫，那这区一个青州的伪账，殿下敢查吗？传姑旨意，封存所有原始课税记录，姑亲自核查。是。都看清楚了，青州税案已破，是地方官吏重保私囊，伪造账目。太子殿下已下旨抓捕贪官，小宫女家属已无罪释放。你父兄的命保住了，但凤仪宫的器皿是你亲手摔碎的。公是公，过是过，罚你3个月月俸，去佛堂抄经100遍，磨磨你的性子，你可服？奴婢服，奴婢谢太子妃恩典。原以为二姑娘只会像对许家那样硬碰硬，没成想她是真的懂咱们这些底下人的难处。娘娘，这下后宫都传遍了，说您刚儿人并非外界所传的那般刻薄。我说过，其实人心的忠诚比银子更稳当。若是当初咱们看清了堂儿的才华，今日这主位……别说了，知微还在那冷院里发疯，这是报应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孤萧承景今日立许氏之堂为正妃。余生漫漫，孤必与之堂一心一虑，共辅社稷。孤之后院仅此一人，绝无他色。若为此事，神灵共弃。天哪！竟说这种话！殿下竟将这种话写进祭祀祝词，这以后谁还敢提纳妃之事？提了便是诅咒殿下为师啊！这许之堂当真是好手段。殿下今日这一招，可是把后院的路堵死了。姑说过的，姑亲自给你递梯子。殿下，今夜虽是大婚，但有些账咱们得先算清楚。姑就料到你忍不到明天，说吧，想怎么治这东宫？3个规矩，殿下若是应了，这东宫我便替你守得铁桶一般。第一，东宫所有采买账目，不论大细，每月定期向各处管事公开核查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银子进出都有眼看着，谁敢伸手，我就剁谁。刚儿治乱，此法甚好。第二，下人赏罚不看工龄，不看攀附，只看实际。我要让东宫没有老人，只有能人。第三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条，东宫不收任何世家宗室送来的美貌侍女，不管打算从根源上把那些想钻空子塞侧妃的路全给封死。姑觉得还要再加一条。什么？凡违此类规矩者，不论身份，由太子妃全权处置，姑概不干预。拿去，将此条章誊抄100份，张贴在东宫各处宫门廊柱，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进门前先看清楚。是，奴才这就办。殿下今日这份诚意，臣女收下了。许志康，往后姑这东宫就是你的底气。